今年回来過年。今年没挣钱吗？你给老板算一下账嘛，算一下账都回来过年，妈在家等你了。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。想问一下大家，你们有钱过年吗？诚实一点，不许说。2026年，中国新年即将来临。然而，由于大陆经濟持续低迷，消费疲软，街头和商场一片冷清。过去过年期間，促销不断，热热闹闹，而现在商品陈列在那里，卻鮮有人駐足。曾經，無論路途多遙遠，車票多麼難買，人們都要擠進擁擠的火車，只為回到家中與親人團聚。但近2年，越來越多人選擇留在打工的城市過年。這與其說是主動選擇，不如說是面對現實的無奈之舉。現在的人哈，真能沉住氣兒哈！馬上都要過年了，今天臘月17，這東西一動不動哈，啥也不賣呀。你說豆芽都不賣不動嗎？你說過年排骨、龍蝦、鮑魚加上豆芽，這不都是大菜嗎？哎呦，豆芽也不動，啥也不動。今天那個賣肉的都賣不動。太搞笑了！哎呀，這今年或許是史無前例以來最冷清的春節。你看，今年的打工人不再執着於回家過年了。曾經返鄉，大家的期盼正在變成了過年回家的愁容。曾經挨家戶登門拜年，現在正在流行的一種形式叫做線上拜年。曾經圍着飯桌團圓的熱鬧，如今呢，漸漸被家庭出遊而取代。曾經張燈結彩的春節，或將被徹底的褪去了往日這種非常醇厚的年味兒。為啥現在過年越來越沒年味兒了？博主認為，主要有下面這2方面的原因。第一，現在親情變淡了，90後、00後的年輕人普遍很少與遠方親戚來往。第二，就是房價大跌，導致中產家庭財富縮水，經濟環境不好，很多人花錢都變謹慎了。現在是2026年的1月30號晚上的19點22分，人都沒有。曾經一路繁華的大勇，現在所剩人。春節將至了，最後1個月了，現在人都沒有。博主感嘆地說：“中國新年將近，街上沒有人，這生意怎麼做？”要年底了，咱們口袋又沒錢，又沒錢，對，關鍵還欠了200多個，咋辦？今年怕啥呀？每年不都這樣過來了嗎？年年這樣過啊，已經5、6年了，7、8年了，感覺每一年都要說今年要掙錢，今年一定要翻身，然後一年又一年，口袋又沒錢，對，口袋還沒錢，哎呀，真的是的，就這幾年感覺越努力，感覺越沒錢。過年取消了吧？我現在是真不願意過年，我也不願意走親戚了。第一，我現在感覺過年就是要花錢，都說有錢沒錢回家過年，我這種人有家有口的，怎麼可能？沒錢的本質上就是不受歡迎。現在過年其實就是比誰錢包大，都恭維那些有錢有勢的以前的情誼真誠都沒了。博主說，他之所以不喜歡過年，還有一個原因，就是一回到老家，各種讓人頭疼的問題就會接踵而來。親戚朋友總會問你今年賺了多少錢，在做什麼工作，有時他們還會不自覺地攀比一下。如果收入比你高，立刻就會有一種優越感。我們普通人真的不要回家過年了，特別是沒有掙到錢，兜裡還沒有錢的，就沒錢回家過年，簡直就是一場大型的災難片。我已經有8年沒回家過年了，就我今年還是不太想回家過年。我離婚9年了嘛，復婚1年，然後我在離婚的這幾年裡面，只有1年我回家過年，就那一次的經歷，讓我這輩子我都忘不了，就沒錢回家過年的那種感覺，
真的太不好受了。原本我以为说，哎，我离婚了，我回家那是团圆，但是呢，我回家过年，那其實就是渡劫呀。博主說，一回到家，各種現實問題便撲面而來，首當其衝的就是花錢。哪怕手頭再緊，過年回家也得給父母買點東西，畢竟過年了。且不說那些遠房親戚家的孩子，單是自己哥哥姐姐的孩子，紅包總不能不包吧？可沒錢怎麼辦？再加上過年期間少不了走親訪友，各種人情往來，樣樣都離不開錢。博主提到，有一次回家，他口袋裡幾乎沒什麼錢，正好他母親手機壞了，想換一部新的，便讓他陪着一起去買。他心裡咯噔一下，因為他連最便宜的手機都買不起，那種窘迫讓他至今難忘。從那以後，他不再回家過年了，而是一個人留在出租屋裡過。今天都臘月15了，我們批發市場依然都那麼空，怎麼辦？堅果備了一大堆，你們都說過幾天來，過幾天來，到底還來不來？22年年底買的房，當時貸款了83萬，然後吭哧吭哧的還了3年了。剛才我打開 APP 看了一下那個還款明細，我的個乖乖，3年了，36個月，每個月房貸差不多4000塊錢。他算下來，我們實打實從兜裡掏出了14萬多。但你們猜本金還了多少？不到5萬塊錢。也就是說，這3年我們掏出的這14萬多裡面，有9萬多都是利息。換算一下，就是我們70%的錢都交給銀行了，只有30%的在還自己的房子本金。博主說，他原以為買房能帶來安全感，能擁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家。可是他越來越覺得自己買的更像是一把鎖，把自己給鎖住了。自從背上這30年房貸，他就開始為還房貸而活着，甚至生病了都不敢休息。兄弟們，我真的快受不了了！6點半出來擺攤，到現在9點半了，站了3個小時，一個人都沒賣出去。我感覺我就不適合做生意，我就不是這塊料。除了經商以外，我想不出來我還有什麼更好的出路。所有的路都是我一個人扛，沒有前路的指引，沒有家人的托舉，無論我做什麼都掙不到錢。這眼看快要到期的房租，銀行的催債短信，叫我怎麼生活啊？為什麼這世界就容不下我呢？拿出5000塊錢過年了，我看看到底有多少人都不許吹牛，馬上年底了，總該是要面對現實的。對不起，35歲了，熬到了一個無人問津的年紀，也熬成了一個中年單身男人。今天是臘月18，還有10來天就過年了，都不敢回去，不敢進村，也不敢去面對爸媽，總感覺愧疚身邊的所有人。不是我不想找對象，我真找不到。現狀就是這樣子，像我們這樣的單身的男的光棍太多了。博主說，大家常說有錢沒錢回家過年，可他內心卻百感交集。對他而言，回家過年並不只是有沒有錢的問題，而是有沒有勇氣面對家人。俗話說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，這讓他倍感壓力。最終他只能無奈地說一句，爸媽在這裡，我真的向你們說一聲對不起。不要覺得丟臉，過年回家而已，咱們又沒偷沒搶，沒錢怎麼了？負債又怎麼了？那些房貸、車貸、信用卡的賬單，還有可能不小心背上信用污點。現在這個社會，誰還沒有點難言之隱啊？真的不是我安慰你，你隨便問問身邊人，100個裡面有90個、80個都是在為錢發愁的。好多人可能過得還不如你，只是說沒有人願意把難處擺到台面上。其實真的沒有必要去焦慮。你說現在這個社會不就是這個德性嗎？沒錢也太正常了。3個不想回家過年的原因，第3個最扎心。第一個，回家過年的經濟負擔。現在大環境這麼慘，大家普遍沒有賺到什麼錢，那回去過一趟年，來回的車票也好，還是包的紅包也好，以及走訪親戚準備的禮物也好，這些合起來算下來，可能是甚至是你2個月的工資。
如果說用這些辛苦我們省下来的錢去支付過年的一個體面的話，我覺得其實是不太划算的，因為確實現在大家能做到不負債，其實已經很不容易了。第二個呢，就是回家過年少不了親戚和八卦，而且大部分的沟通呢，全部都會圍繞在你今年賺了多少錢，你有沒有對象了，和對象打算什麼時候結婚了，就像什麼呢？就像一場大型的審訊。博主表示，第三個原因是他每次回家時，父母開口問的第一句話，從來不是你工作累不累，而是你今年賺了多少錢。有時父母還讓他帶着妹妹一起去打工，這讓他感到壓力很大。另外，他也很害怕親戚朋友問起你有沒有找到對象這個問題。如果他沒有对象的話，大家就會勸說一番，說現在不結婚，以後會很慘。這些話讓他感到心煩意亂。廣東過年最冷清的城市，既不是廣州，也不是東莞，更不是湛江。那麼，廣東過年最冷清的城市會是誰呢？來盤點一下廣東過年最冷清的5大城市。第一名是深圳，然後依次是中山、東莞、惠州、佛山。今天又到了還房貸的日子，我們每個月都要还4000多的房貸。我現在住的房子是2019年購買在佛山三環邊上，總面積94平，套內只有80平，剛好夠我們一家4口居住。當時買房子的时候，房價和利率相对都是比较高的，當時是考慮孩子讀書問題，就着急入手了。老公每個月的工資一大半都要用來還房貸，剩下的才用來生活。自從有老大後，我就全職在家帶孩子，掙錢的壓力就壓在了老公一個人身上。接完孩子放學，我就開始準備晚餐了。博主說，剛結婚的時候，他其實還不太會做飯，但是現在一些比較複雜的菜也能自己慢慢摸索着做出來了。老公在外面辛苦打拼，努力掙錢，他就在家裡把孩子照顧好。老公能體諒他照顧孩子的辛苦，他也理解老公在外賺錢的不容易。所以在花錢這件事上，他一直秉持着能省則省的原則。我都不敢大聲說話，你知道為什麼嗎？因為這個萬象城就沒人，我說話我感覺都會有回音。我們店正式開業已經5、6天了啊，今天過來看看生意怎麼樣。我來問問這一上午賣了幾百杯咖啡。今天賣了幾杯咖啡啊？今天我看一看，1杯。就1杯啊？对，是的。一上午啊，現在下午1點了，9點開門，到現在只賣了1杯。本以為開業之後應該是座無虛席，沒想到空無一人。不知道老闆心裡着不着急，反正我是挺着急的。門口這2個人往裡望了一下，但是沒有進來。博主說，可能是因為天太冷，路上也沒有幾個行人，只賣這幾杯咖啡還不夠付電費的。店裝修的這麼好看，沒想到卻無人問津。昨天我店裡營業額創歷史最低，別說你們不相信，連我自己都不敢相信。從早上6點半，天還蒙蒙亮了就開門，到晚上12點關門，整整17個小時，才做了900多塊錢，連1000塊錢都還沒做到，真的不是拍視頻那博流量的。今年夏天的生意也就普普通通，一到冬天，營業額直接下滑。天氣一冷，店裡的飲料、啤酒也賣不動，零食、日用品也沒有賣多少。博主感嘆，這點營業額連房租都不夠，在現在這個大環境，開實體店真的太難了。大家看這個商場啊，這個商場現在衰落成這個樣子了。旁邊的萬象城、萬象匯一開業，旁邊有4、5個商場，其中一個現在就變成這樣了。在中國現在這個商場和購物中心現在是越來越多，但是像這樣的场子我估計全國現在有很多，馬上面臨這個倒閉，然後呢生意也很差，基本上已經撤得差不多了，空的。没钱過什麼年？別人都靠父母過年，靠年終獎過年，靠年前最後一筆工資過年，你靠什麼？你靠貸款還是靠西北風？就現在大家都在休息的時候，你應該想的是怎麼去賺錢，而不是說我怎麼想着回家過年。你沒有錢，你拿什麼維護你的親朋好友？拿嘴嗎？所以說我們有沒有去從網上看一看年前一些做生意的技巧，怎麼去賺錢，怎麼去提升自己，对吧？可不可以去摆摆地攤？可不可以去開直播？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分享給您的朋友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